亚人杀进来了！伙计们，东亚人满屋黄金，咱们发财了！你们这群坏蛋，还不快住手！等我雍正爷复活，就把你们全都杀了！嘿嘿嘿，这个好看，我要了！花悠悠姐姐，这瓶子真丑。蓝柚姐姐，我命休矣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还瓷瓶成精，变成人了？近日，大英博物馆将对国家宝蚌进行展览。青花柚姐姐，双儿，你们怎么跑到这个筐子里去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已经过了100多年了，不行，我要赶快把小青花他们给救回来。宁乐，你一个私生女竟敢登堂入室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贱人！贱人，竟然敢躲！我可是雍正爷最喜爱的瓷瓶，你可别一巴掌把我给打碎了。风言风语，不知所谓！来人，还不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妖怪啊！呸！我才不是妖怪呢，我是蓝釉兔头双耳瓷瓶，可是雍正爷生前最喜爱的瓷瓶。神经病，我们走！咦，想不到过了100年，我还会飞了，一定是雍正爷在天上保佑我呢。既然上天让我重活一世，那我一定要到国外去，将家人们全部救回来。钱都没有，还想救人？谁在说话？这呢，刚刚才帮了你，现在就翻脸不认盘了。原来刚刚能飞起来是他帮的我。你好呀，小盘子，我是蓝釉兔头双耳瓷瓶，你叫我小蓝就好。在下不才，宣统爷座下第一官窑盘，矾红描金龙纹盘。宣统，那你可得叫我一声老祖宗呢。你辈分大又怎么样？可是你土啊，连钱都没有，还想着去国外救人。你知道英文怎么讲吗？你知道你现在离英国有多远吗？你知道来回机票要花多少钱吗？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想救人？乖孙子，那你快告诉老祖宗，机票是什么？英国又有多远？气，谁是你孙子？你怎么骂盘呢？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原来天上那个白色的大鸟就是飞机，想去英国得花很多钱买大鸟的机票。看来要救家人们的第一步得去赚人民币。乖孙子，谢谢你了，我现在去赚钱喽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是你孙子，我是宣统爷座下第一官窑矾红描金龙纹盘。老板，这个青花瓷瓶多少钱？这可是明成化年间的好东西，30万您拿走，50块您卖嘛，我买回去当夜壶，60成交。夜壶？妈的，早知道烂厂里了，真惨。小姑娘，你看这水头。对，就这么吹，我才不是啤酒瓶，我就是如假包换的正宗帝王绿。来来来，小姑娘，我看你在旁观察许久，一看就是个行家，有相中的东西没有？姑娘，行家呀，这可是唐朝玛瑙花瓣展托，我家的镇摊之宝，看您是有缘人，20万哥爱给你了。这个是假的呀！你个臭丫头，毛都没长齐，分得清什么叫古董吗？唐朝玛瑙花瓣展托，中心部分呈椭圆形，四周则是向外撇出的圈足，线条优美，抛光精细。而你这个嘛，打磨粗糙，不知道是哪个黑窑子出来的赝品。胡说！我老张在文玩市场多少年了，你一来就污蔑我，莫是对家派来砸我招牌的不成？我在雍正爷的耳濡目染下，天下就没有我不认识的珍品。再说了，这唐玛瑙花瓣展托可是国家馆藏1级文物，大叔，您这要是真的，怕是要关到下辈子吧？太好了！终于来了个正常人，知道这个狐假虎威的家伙是个假货了。妈妈，我要回厂，我要回厂。小姑娘，看你很懂行的样子，你倒是说说，这摊上什么东西是真的，又什么东西最值钱？选我！我可是汉朝的。嘿，谁不知道你是义乌小市场出来的？姑娘选我，姑娘选我，我秦朝的。我选他。想我当年可是乾隆爷的手底下金尊玉贵的养着，哪里受过这样风吹日晒的委屈？几百年了，可算是有个识货的了。放心，小玉玺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就要这个了。
我还以为你真是个懂行的呢，指望你能挑出多金贵的呢，结果就拿个垫脚石。小姑娘，你还是回家捏泥巴去吧，就别学大人捡漏了，捡得一身笑话。你们可知这是乾隆爷的玉玺，它价值……我呸！什么乾隆爷的玉玺？你当我瞎呀？这要是值钱，我早给供起来了。这就是个假货，你才是假货，你全家都是假货。我身上掉2块渣都能养你到下辈子，没眼光的臭秃驴。有些人这辈子就没发财的命，我就要买它。老板，出个价吧。1块垫脚石本来5块钱都能卖，但是我看你不顺眼，50块。不用找了，真是自作聪明，亲手放走了宝贝。就是，真是个冤大头，花100块买个破石头，啥都不懂，还在那学人捡漏呢。老板，乾隆爷的玉玺您收吗？什么乾隆年间？这东西我见过，隔壁摆摊卖了好几个月都没卖出去，还说什么民国的，我看是去年的吧，在路边见到的破烂货。我知道，这附近您是首屈一指的行家，您再仔细看看。好啊，这的确是乾隆年间的玉玺。香港有一个刚出100万高价收的小姑娘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眼力见100万。现在您收吗？小姑娘啊，我们这里不比拍卖行，只能给到50万。成交。天哪，就是它！50块的石头卖到了50万，什么石头？那可是乾隆爷的玉玺，他简直是这个市场的捡漏王。谁说他是捡漏王？一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片子，竟敢抢我的风头！你这么有种，敢不敢跟我比比？你想怎么比？1个小时内，在这个文玩市场里找到3样东西，谁找到的东西价值高，就算谁赢。谁不知道你牛大力是这个市场的霸王，对所有文物价值都一清二楚。这么比，你不是欺负人吗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厉害吗？啊？怎么怕了？不敢跟我赌了？谁说我不敢？救出我的伙伴们还需要花不少钱，跟他比赛说不定能积累更多的钱。正好，我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我答应你，不过要加大赌注，输家所购买的东西全部归赢的那一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是个蠢货，那我就让你输得一塌糊涂。小姑娘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再不挑，那牛大力就挑完了。哎呦，你不行就回家吧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的。就你个小丫头，哪里是牛哥的对手？选我，选我！我！行不行啊？还没挑出来啊？不行，你就认输得。我选。我选他。挑半天就挑了这么个破毛笔，还当个宝？我看你不是来鉴宝的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凡夫俗子，有眼无珠。怎么着？你是自己挑不到宝物，想抢我的东西了？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手，请你站起来下。哟，还想当捡漏王，就用个破毛笔、破书？你懂什么？我当他有什么本事呢？就拿个破书就这样，你还想赢呢？简直没脸看！我说小丫头，你到底是来捡漏还是来捡垃圾的？就你还想和我斗？刚刚那个玉玺，你也就是运气好罢了，你就随随便便拿吧，凑个3件得了。或者说，你现在直接认输也可以啊。老板，这个时钟卖吗？那也就是个不值钱的老物件，送你得了。多谢老板。我的东西已经全部选好了，现在我看看谁是输家。这是松阳汉柏图，乾隆年间的，至少得30万。这是同治年前王炳荣大师雕出来的花瓶，现在已经是孤品了，价钱呢自然不能太便宜，至少要50万。50万？这还不是最贵的呢，你这葫芦才金贵，得80万。要不怎么说牛哥你眼光好呢？把我的宝贝都给挑走了。160万，还得是牛哥，不愧是捡漏王。你看他挑的宝贝都贼拉值钱了，随便卖出一个都肯定赚大发呀。乾隆年间30万，这卖出去不至少翻10倍啊！也是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
不就是区100多万吗？我还花不起吗？我都买了。他的呢？看看他的宝贝值几个价。那破笔算你40块，破书60块，给你凑个整。至于这个破钟，送你了。那你可别后悔。我看是你别后悔吧。找半天就找了个破笔、破书和破钟，收破烂的都比你有眼光。就他还想赢牛哥，要是能赢，我就把这桌子啃了。你输定了。古玩鉴赏家还没来呢，我看输的人是你，牛大力，等会儿可别哭鼻子哦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这可是乾隆假货罢了。你干嘛？想耍赖是吧？我没有，这本来就是假的。你这家伙，老眼昏花了吗？连真假都看不出来了。我鉴宝30多年，难道还不如你个小丫头会看吗？这女的看起来脑子有点问题，为了耍赖，什么都说得出来。哼，死丫头，输了就输了，跪下给老子磕个头，再乖乖说句你认输，就啥事儿也没有了。让老祖宗给你下跪，也不怕折寿。你竟敢诅咒我！老子今天必须得给你点教训！你什么你？少跟你祖奶奶我大呼小叫的！真是无理取闹！仔细看看这个角，王炳荣大师制的花瓶，用的金粉都是世间难得的材料，一旦沾上瓷器，绝无可能再掉下一点。而且它还会在金粉上加上很细致的银粉，很多人不细看都以为只有金粉。是，你说的是。这妮子怎么小小年纪懂这么多？鉴别古董跟说自己家书桌一样熟悉。还好这小花瓶的真迹之前是跟在我后面混的小弟，不然我还可能真不知道这么多细节。什么？这居然是假的？所以该认输的是你。不，就算我这个是假的，也不代表你的就是真的。你那3个破玩意儿加起来还没我一个假货值钱，得意什么？是吗？那我们就请周老见一见。这宝物啊！这些东西都是当废品卖，怎么可能是宝物？就是，我看周老您怕不是年纪大老眼昏花，看走眼了。放屁！你才是被使糊了眼睛，不识货。黄毛小儿，我鉴宝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还在哪里玩泥巴呢，竟敢质疑我的专业！这可是书法家王羲之常用的鼠须笔，尾部还有他儿子王富之儿时贪玩之际所刻的字。不过已经失传了几百年，想不到竟在这儿看到。算你有眼光。你把笔还给我，东西我不卖了。卖出去的东西还能反悔吗？大家可都看着呢。以后谁还敢在你这儿买东西呢？看到东西值钱了就想要回去，真不要脸！告诉其他人，这老板言而无信，以后别来他这儿买了。别得意的太早，这只是第1轮，走着瞧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这个起码能值800万。
不过是一本破书，给我擦屁股还嫌糙呢。这本书起码价值2000万。你说什么？这可是3000多人编写，耗时6年才写成的《永乐大典》。虽然这只是1万多册里的其中一册，但至少值2000万，而且目测未来价格还会不断上涨。我终于熬出头了，等到了这一天。你是说我现在赔了3000万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已经输2轮了，还要比吗？你少得意了，不过是侥幸罢了。那就是个破钟，我倒要看看能值多少钱。你才是破钟，你全家都是破钟。别生气，一会儿就让他哭给你看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在这里再挑3件古董，如果能比得上他的价格，今天就算你赢。但如果又输了，我要你跪下向这些古董道歉。前面不过是看你是个小姑娘，没有好好挑，让你侥幸赢了2回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可要认真了，你就等着哭吧。虽然前2局输了，但是牛大力这个捡漏王的称号可不是吃素的。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这么张狂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等着吧，最值钱的古董就在我的手里，他就是把整个店搬来都比不过。周老，开始吧，这回你可要认真看啊。200万，500万，1000万。等会儿输了，可是要从这里跪着爬过去哦。小姑娘，虽然前2回你都赢了，但这次怕是要输了。这就是个普通的钟。乖乖给我跪下认错吧，哥哥的当下永远为你敞开。周老，您再仔细看看，不要被事物的表面蒙骗。这个价值就一个破钟，还能有什么价值？就是听周老这口气，这破钟还能把我这店给买下来不成？他可不只是个破钟这么简单。看来周老还算是有些眼力，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玄机。还玄机？你就吹吧。这是术前飞天象，就是那个已经绝迹的术前飞天象。我可听说他的仿品都被拍了3000万啊，这真品该多值钱啊！毕竟这是晚唐时期刘守义大师的作品，专供皇家。你们看这上面的金光，那可都是金子啊！你说什么？唐代的金子，那岂不是很值钱？1000多年前的金子，你说呢？上次拍卖会，刘守义大师弟子的作品都拍出了这个数。1个亿钱，我的钱啊！哦，心痛啦！刚刚谁说他就是个破钟来着？你厉害啊！这小姑娘年纪轻轻，还真是慧眼识珠，居然能捡到这么多值钱的宝物。是我眼瞎了，小瞧这姑娘了，这实力妥妥碾压牛大力啊！我不可能输给个黄毛丫头。可惜你还是输了，现在该履行我们的赌约了。什么赌约呀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想耍无赖？我耍无赖又怎么样？你说赌约就赌约呀，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呀！你拿得出来吗你？这牛大力不是欺负小姑娘吗？说话不算数，不就是放屁吗？唉，真不是个男人。少他妈逼逼！你是不是也皮痒了？信不信老子弄死你！这牛家在方圆50里都颇有些势力，这么说话，你不要命了？哼！我告诉你，这一条街都是我牛大力说了算，还想让我认输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！
我说他们是烂货，那就得是。你信不信？我会让你为现在说出的话后悔。哈哈哈哈哈！让我后悔？我还真不信，但我现在能让你一无所有。把他的货都给老子抢过来！就凭你，也配？走！装腔作势，整这些神神叨叨的，吓唬谁呢？怎么没有用呢？明乐，快上！快！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痛！饶命！我不敢了，我认错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刚不是很得意吗？小心！去死吧！小心，他要杀你！居然对我们小兰又使阴招，真够不要脸的！就凭这？这就是你认错的方式。这就是你认错的方式。我错了，我这回是真的错了，姑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早知道你这么邪门，我就不惹你了。哦，那我们刚刚的赌约还算数吗？算数，都算数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对，还有磕头认错，我现在就磕头，我错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等来了被尊重，终于被发现了价值。谢谢你啊，小兰柚。太好了，那现在应该可以赎回我的家人了。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。这姑娘眼力确实不错，马上就要拍卖会了，要是能把她请回来，给我们长长眼就好了。就是个小丫头，我看她也就运气好。我当谁呢，宁乐？你可算舍得回来了，三天两头的往外面跑。每次都和不一样的男人勾搭，虽说这是你的自由，但却把我们宁家的颜面放地上踩，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咱爸啊？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做出这种让家族蒙羞的事儿？信口开河，你玩的可真溜啊！而你没长脑子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去哪儿鬼混了？你们不是看到了吗？我去捡漏了。你捡漏？天才少女是你？你大字不识的有这本事，说这话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老爷啊，我看乐乐这孩子也就是太想得到你的认可了，才会说出这样的大话，你就别和孩子计较了。他就是痴心妄想。你们是不是瞎？就算视频脸打了马赛克，衣服发型不跟我一样吗？难道是我搞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才不信他是宁乐。你现在倒是有点小聪明，故意模仿人家回来骗我们，怕不是别有用心，有所图谋吧？
你有病啊！你们家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？你怎么证明你没图谋？证明？好，但如果我证明了，你就把你名下所有资产转给我，怎么样？你敢和我赌吗？切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进来。倒车。我今天捡漏1个亿，跟新闻上的数字分毫不差。不信，你们数数呗。我就不信他真能有。小姐，这确实有1个亿。小乐啊，这回你可真是为咱们宁家争脸了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我好不容易把她打压下去，在宁家站稳脚跟，绝不能让她再来威胁我的地位。那到时候拍卖会，宁乐，爸平时对你不好吗？你怎么忍心骗他？唉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替你隐瞒了。其实这些日子里，他一直在偷家里的钱。今早他还跟我勒索，没要到钱，就去爸的书房里。这是真的？原来宁家的蠢是遗传的。动动你们核桃人大的脑子想想，你们家有这么多钱吗？说不定是你偷家里的古董去卖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钱的。就你们这些破烂儿，能值这么多钱吗？拜托，那可是1个亿呀！把你全身分开卖，都不值这么多钱。赢了，你才是破烂，骂谁呢？那就算是你捡漏的。你在宁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这些钱应该也拿来孝敬爸爸。好孩子，还是你懂事。小乐，你该不会舍不得孝敬爸爸吧？舍得，我不仅舍得孝敬，还舍得给你们买棺材呢。要是你们现在缺棺材，我立刻去给你们订呗。你个逆女，这钱你不想给也得给。订，怎么没用了？怎么会失效？当然没用了，我们不帮你，你哪来的法术？让你说我们是假货，哼，尴尬了吧？我错了，家人们，原谅小兰幼吧，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吧。疯疯癫癫的，宁乐，知道错了，那你还不跪下来磕一个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帮帮你。想要我跪你，也不看你的命够不够长。哇，流星，快许愿！宁乐，你整了什么妖法？你把我们西西弄哪儿去了？你这个妖怪，你大逆不道！你大逆有道，把自己老婆气死，对原配女儿不管不问，把小三他们宠得无法无天。你可真是海城最有种的男人呢！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和老爷明明是真爱，你怎么可以侮辱我们的爱情？小三就是小三，鸡为什么？抢人家老公就算了，还不夹紧尾巴做人，到处招摇，没脸没皮的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当流星？我这次不和你计较，反正你等着。家人们，太感谢你们了，我也该出发了。有了这些钱，我就能去海外赎回我的朋友们。不行，你现在还不能走，我们有一批朋友在3天后的拍卖会场，你得带回他们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流落洋人手里。又是讨厌的洋人。对，你快去拍卖会干他们。我要洋人死。哎，回来，这拍卖会可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，还得有邀请函才行呢。
邀请函是什么？怎么才能拿到？你要想把家人们给赎回来，就必须参加拍卖会，而邀请函就是进入拍卖会的门票。想要邀请函还不简单，邀请函来喽！可这邀请函上写的是你姐姐宁熙的名字，就算你有了邀请函，照样进不去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装逼了！既然你这么说了，肯定有办法。我当然有办法啦，但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生于东晋，主人是王羲之，可自从北征之后，我们失散至今，我们已经有1706年没见了。我真的很想他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去见他的。好，我帮你。毛笔爷爷，您好好睡一觉吧，晚安。哇，这就是拍卖会啊！说不定今天能把流落在外的家人全部找齐。宁乐，我就知道是你偷了我的邀请函。真烦，能不能让他在拍卖前都闭嘴啊？怎么，心虚不敢？宁熙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宁乐不争气就算了，难道大庭广众下你也要丢我的脸吗？宁乐，今天我一定要你丑相尽出，身败名裂。顾总，今天一定要拍下最有价值的古董，才能挽救集团。苏老来了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欢迎各位来宾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这是来自西周王室的青铜器，起拍价300万，300万，300万，1000万。虽然我来自西周，却不是王室用品，估计这群人没能看出我的真面目。一个残废品也有这么多人竞拍，这姑娘胆子倒是大得很。不懂就少废话，省得让人觉得宁家人没见识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无论是古董还是人，都分正品和赝品。你呢，也正好借此机会认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差距，以后好摆清自己的位置。1500万，1500万一次，1500万2次，1500万3次。恭喜宁小姐获得西周的青铜器。傻子的钱就是好赚。接下来向大家展示的是顺治时期的钱币，起拍价10万元。祖奶奶，祖奶奶！看来这个蠢货是看上了那个铜钱。哼，宁乐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此乃顺治时期的钱币，曾被太原王氏作为家族传家宝，于民国时期遗失，近期被人从国外送回来。起拍价10万元。15万，宁熙。50万，100万。宁家是以古董起家，一下从10万喊到100万，肯定有猫腻，说不定是个我们不知道内涵的孤品。150万，300万，500万。哟，才500万就不敢跟了，你也不怎么样嘛。算了，干脆一次喊高一点，免得再有人跟着瞎来。500万一次，500万两，1000万。宁家人开这么高价，肯定有问题。3000万。顾总，咱们要跟吗？不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的1个亿很快就用完了，怎么买下剩下的家人们？要不先算了。小兰幼，帮帮祖奶奶吧，我可不想被他们再送到那些老外手里。
奶奶，可是我怕我钱不够买其他家人了。别犹豫，祖奶奶在国外这么久，和很多流落在外的文物们有心灵感应，他们有好多都流落到了便宜的旧货市场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你别怕钱不够。3000万2次，3000万，5000万，8000万，1个亿。一个10万的钱币，竟然被拍到1个亿！宁乐，你干嘛？我就是提醒你，举牌前想想，如果我下次不举牌了，宁家有没有这个实力支付你喊下的价格？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，恭喜宁乐女士！这里刚好是有1个亿，你们数数吧。宁乐，你有没有常识？1个亿起码有1吨多，你一个行李箱怎么可能塞得下？这哪是行李箱，是百宝箱吧？有意思。怎么样？1个亿刚好吧？刚好。我就说刚好差100万。哟，宁乐，你搞诈骗啊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差100万？100万的税？啥意思？宁乐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咱们拍卖文物是要交税的。这件拍品价值1个亿，需要交100万的税，所以您需要再支付100万的税。我听不懂，说好1个亿的，怎么又要交100万？你们这是店大欺客吗？宁乐，你疯了吧？怎么像个没读过书的傻子似的，居然连交税都不知道？这100万非交不可吗？是的，纳税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。请问有人能借我100万吗？我帮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我有条件，看你长得这么纯情，跳脱衣舞一定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要是愿意跳，我就送你100万。脱衣舞是什么舞？别信他，这兔崽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肯定是在骗你的。家人们，这人真坏，咱一会儿把他衣服撕了吧。我不会跳什么舞，要不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。你这小贱人，敢戏弄我！撕了！他妈的，算你运气好！他运气好像真的不错，或许真能帮顾家渡过难关呢。宁乐小姐，请问你的100万税款怎么解决呢？如果交不出税，你不仅拿不走拍品，可能还会丧失以后的拍卖资格。不行，如果我丧失了拍卖资格，以后怎么赎回那些家人们？可是现在怎么办？他们肯定都不会借我的。这100万，我借给你。这丫头到底什么身份？竟然能让顾总替她出头，还给她花这么多钱？宁乐这个贱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攀上了海城首富顾时宴？这100万，我借给你。恩人，请受我一半。你起来，我折寿。好嘞，真有意思。见过脱衣服勾引男人的，倒是第一次见下跪勾引男人的。宁乐，你可真是够丢脸的。嘘，该死，这贱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近怎么变得这么邪门了？现在我可以带走这个钱币了吧？恭喜宁小姐获得圣至钱币1枚。100年了，终于再次见到亲人了。这姑娘怎么神神叨叨的？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花了1个亿，竟然买了个地摊货。祖奶奶，我们回家。
刚刚还喊恩人，现在就想不负责任，拍拍屁股走人。你想要我怎么报答你？听说你是最近文玩市场的天才捡漏少女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如果你的实力能让我信服，这100万你就不需要还了。如果你不行，那你就要还我1000万。哇，高利贷啊！乖宝，咱们报警，一抓一个准。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你借我100万，我还你1个亿。1个亿！我参加了这么多年的拍卖会，就没人能在一个晚上挣1个亿的。这位小姐，你可别逞强，到时候办不到多丢人。你相信我吗？请。下面这件拍品起拍价50万，200万。下面这件拍品起拍价10万，50万，500万，2000万，3000万。顾总，这宁小姐到底行不行啊？这钱还没赚到，咱们就已经花了5000万了。她说她能行。平时顾总也不是色令智昏的人呀，难道是禁欲太久，所以遇到个有趣的小姑娘就把持不住了？现在将为大家展示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——凌霄白玉环，起拍价1000万。这玉佩手工雕刻并不精细，且材料并非价值连城的和田玉，为什么卖得如此贵？这玉佩虽然并没有那么精致，且表面多有斑驳，可却是明朝皇室所用，故而昂贵。皇室会用这么破烂的东西，该不会是以前贱民用的？你们拍卖行想以次充好吧？就是，谁会花这么多钱买一块破石头啊？你才是破石头，你们全都是破石头。我主人可是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我可是主人和主母年轻时的定情信物。你们这些俗气的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情。朱元璋的玉佩，那不是发了？1010万。啊，他怎么又举牌了？顾家可是海城首屈一指的古董大家，顾总这么相信他，难道他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鉴宝大师？1100万，1200万，1250万，1300万。宁乐想要获得顾时义的青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3000万。宁家都跟了，看来这个玉佩大有来头，咱们接着跟。不行，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价格会越炒越高的。宁乐小姐，请问您真的要点天灯吗？不行，顾总，不能让宁小姐乱来。现在宁小姐已经花了1个亿了，能不能盈利还两说呢。更何况顾家本来就岌岌可危，宁小姐还点天灯，这不是想让顾家往火坑里推吗？小姑娘，你之前再怎么胡闹都可以，可这点天灯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就是，别为了一时逞强斗狠，把身家性命都给赔进去。顾总，宁小姐是您的座上宾，这天灯，她既然想点天灯，那就点好了。不过这点小钱，顾家还是给得起。好嘞，您稍等。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放心吧，我还没有报答你的恩情，是不会让你亏本的。如果现场没人竞拍的话，这件凌霄白玉环就属于顾家了。恭喜宁乐小姐获得凌霄白玉环1件。
恩人，现在我们去赚钱吧。不好意思啊，顾总，我来晚了。顾总，这都是你拍的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藏品花了多少钱？1个亿。赔惨了，赔惨了！顾总，你怎么能花1个亿拍下这些破烂呢？这究竟是谁给你出的馊主意？简直是居心叵测！我让拍的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这些东西不过是拍卖行的残次品，丢在路上连狗都不看。你不看，是因为你有眼无珠。气鼓鼓的，怎么像个小仓鼠一样？我有眼无珠，我可是海城第一鉴宝师陈金山的首席大弟子，我怎么可能看错？倒是你这个黄毛丫头，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她呀，不过是我们宁家的私生女，借着宁家古董世家的名号，在外面招摇撞骗罢了。明熙，她是短剧里的恶毒女二吗？怎么走到哪儿都有她，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顾总，老夫为顾家办了这么多年事儿，你就信老夫一句，离这黄毛丫头远一点，她要害你。就是顾总，这宁乐平时在宁家都没人瞧得上她，现如今她不过是想靠着宁家的名号勾引你罢了。原来是宁家的私生女啊，难怪行事这么张狂。顾总这波可亏大了。他们都不相信我，恩人，你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绝不会辜负你。完喽完喽，铁树开花，顾总要坠入爱河喽！顾总，你怎么能信这个黄毛丫头啊？完了，这下是完了！你就这么自信？那如果是你看走眼了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你敢跟我赌一场吗？他居然要和鉴宝大师素老赌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这姑娘也太狂妄了！大放厥词，等着看吧，她马上就要哭死了！我有什么不敢？倒是你，小姑娘，你会为你的狂妄发言付出代价的。你要是输了，我要你从此退出古玩界。放心吧，我搁古董堆长大的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个小娃娃？要是我看走眼了，以后就给你当小弟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就让古董界最出名的鉴宝师陈星山来长长眼，看看谁的眼力不行。宁乐，我倒要去看看你会出多大的丑。小姑娘，你现在跟我鞠个躬服个软，刚刚的赌约我就当没这回事儿，不然等我师傅鉴定打假完，你可就要哭鼻子了。那不知道是谁要哭鼻子呢？陈大师，我此次前来是想请您为我鉴定一批古董。我师傅这个表情一般只有2种情况，要么是看到了绝世珍宝，要么就是对赝品的嫌弃。用脚趾头想想，现在肯定是第2种情况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靠着运气赢了一次，就真把自己当气运之女了。宁乐，你就等着被打脸吧。被打脸？哼，你们现在叫的越厉害，等会儿这脸就更痛。小姑娘，素老在咱们古玩界那也是出了名的眼尖，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认输吧。太狂妄了，年纪轻轻说出这样的大话，顾总，您怎么能信他呢？倒是挺伶俐的。哎啊！看到没？我师傅看你这种破烂都叹气了。师傅，您鉴定这种破烂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您珍宝啊！师傅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
是啊，陈大师，你会不会是看错了？这不就是个破烂？你看它上面还有划痕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，你们是比我更懂鉴宝了？这可是元代的剔红高浮雕葡萄纹海棠式盘，上面的划痕都是皇室争抢所导致的，却也因此抬高了它的身价。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的珍宝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它至少值3个亿，而且这可不是它的上限。顾总，您算是拍到宝了。我愿意出3亿3千万，顾总，请您把它卖给我吧。我出4亿，顾总，请您割爱。顾总，我愿意出价。怎么样？我算是对得起你的信任吧？一件值钱，不代表你别的不是破烂，少得意了。就是，你最近不过踩了狗屎运而已。有本事你别的也都是真的，也都物有所值啊。那如果我每件都是真品呢？那我就把桌子吃了。你也这样吗？你拍的如果都是真品，那我就把桌子都啃了。宁乐，你得意不了多久的。千里江山图，这竟然是千里江山图！师傅，你这就偏心了，怎么能把假的说成真的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早就见过真正的千里江山图了。真正的千里江山图就在我师傅的密室里，我曾无意间得窥过。想要分辨真假，拿出来对比就可以了。亏我以为你的眼力还可以，没想到竟将榆木当珍珠。拜托，我色泽明艳，谁看了不被吸引？就算是假的又怎么样？只要不被人看出来，那不就得了？难道我就要被这假货给替代了吗？苏老，到底怎么样啊？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让明珠蒙尘，竟然连瑕疵品和正品都分不出，那才是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2幅画虽然都出自王希蒙大师，可右边那幅却是他失手所画的，虽色泽更为明亮，可细节处却不如左边的，因此都没加印章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却也值2个亿。他到底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？那左边这幅值多少钱？至少5个亿。这个可是孤品3亿，这件也有2亿。顾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技不如人。这个素老真是徒有虚名，又让宁乐这个贱人赚了。等着，下次我绝不让你好过。有些人不是说要啃桌子吗？怎么说话当放屁？你这个贱人，得意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，早晚有天我会扒了你的皮！你想干什么？平时你动不动就扇人巴掌，今天也该轮到你了。用这个，手不疼。你们有病啊！真颠公颠婆啊！宁乐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你给我磕一个。我的女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。跟条死鱼一样，我看一眼都觉得他恶心，怎么会娶她？宁乐，虽然明康是你的未婚夫，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不过呢，你倒是可以给我们当个守夜丫鬟。狗男女，还真是狗眼里看什么都是同类呢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但……我爱你妈卖屁！那你出现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就你这坨屎也就狗爱吃，而我很高贵，来这里是赚钱的。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？我
我的人，不是你能动的。你的人，你能护住什么？你的公司都快支撑不下去了，不就拍了点值钱的古董吗？你该不会以为这就能稳住你的公司了？这些藏品确实还不够，现在只有苏富比拍卖会能拯救公司了。死渣男，狂什么狂！别让我再遇到你，否则我……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小姑娘，你愿意去我们公司吗？我可以给你开200万一个月，我开500万，500万。喂，我能选你吗？合作愉快。老大，你能捎上我吗？给个偷师的机会。我们现在要去谈情说爱了，你也要跟来吗？啊！总算甩掉这个老家伙了。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厉害，连素老都追着拜师。不如跟我去苏富比。那是什么？摩天轮，专门用来谈恋爱的无聊工具罢了。谈恋爱？我还没有谈过呢。你陪我去好不好？你没有玩过？没有，从我出生起就被关在小屋子里，从来没有出去过。只不过偶尔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会被拉出来展示。为什么做过的题还会出错？你已经8岁了，连英语6级都过不了吗？你这样让我怎么跟别的世家比？爸爸，这个玩具我不会。哎呦，乖宝，你不会，爸爸教你。原来我们同病相怜啊！走，我们去玩摩天轮。啊！你没有的童年，我补给你。这是什么？里面的娃娃好可爱。娃娃机，通过那个夹子将里面的娃娃抓出来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这也太难了。专注，然后他一定吃了很多苦，所以而后却抓到了，抓到了！顾实验，你好厉害，这么难的东西都抓到了。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心也跳得好快，难道是生病了？没事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回家？宁家吗？那才不是我家，我的家在那儿。故宫？没错。传闻宁家二小姐沉默寡言，而她神神叨叨的，难道她的本体是什么古代公主穿越过来的？不过跟远在国外的家人们比起来，这里都是我的家。我要休息了，拜拜。你既选择我，我又怎么会让你无家可归？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好，回家。我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，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，所以我就都……你先看看合不合你的意。
不行我再让他们重新准备。这是什么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护肤品，擦在脸上能让肌肤光滑白嫩，永葆青春。我知道了，就是松子油。松子油？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定期会有宫女给我擦松子油，说这样可以保证我永远有光泽，永远耀眼。宁家连好一点的护肤品都不舍得给她买，竟然给她擦文物专用的松子油保养皮肤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去联系海城最好的护肤师，根据乐乐的肤主量身定制护肤品，务必要用最好的材料。是。等等，还要定制最好、最贵的衣服和珠宝首饰。顾总可真是个恋爱脑，公司都快破产了，还为女人一掷千金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你再也不会受委屈了，就当是我在补偿从前的我自己。从我出生起就被关在小屋子里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只不过偶尔有客人来的时候会被拉出来展示。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心也跳得好快，难道是生病了？你干什么？石燕，经过一天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已经无可自拔地爱上了你。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我决定以身相许。你其实也不用这样。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原来是梦。这次不是梦。真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我每样都给你准备了一点，来看看喜不喜欢。顾时宴，你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，比雍正爷都好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宁家太不是东西，不给穿用就算了，连吃的都不给，多吃一点，不够还有。顾总，苏富比拍卖会的邀请函。苏富比拍卖会是什么？跟上次的拍卖会比有什么区别吗？苏富比拍卖会是全国最大的拍卖行，不仅能拍到一些私人的珍贵藏品，还能拍到国际藏品。国际藏品？那100年前大夏曾丢失的拍品也能在苏富比拍到吗？太好了，只要能参加苏富比拍卖会，就能救回所有家人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参加苏富比拍卖会吧。不行，现在还差点东西。差什么？钱。你不是海城首富吗？怎么会差钱？我母家是以古董起家的，自从我妈妈过世后，我爸就把全部的财产转移到顾氏，导致我妈妈的公司被慢慢蚕食。为了守住我妈妈的产业，我必须要撑下去，保持海城第一古董世家的名号。自从我来到这里后，你是对我最好、最温柔的人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走，我现在就带去你挣钱。去哪里赚钱？去文玩市场捡漏啊，那可是我第一桶金的吉祥地。普通的文物市场残次品太多，你那次是你走运才能赚到1个亿。我有一个地方，来钱更快。跟我走。怕了？我才不怕！说好了带你挣钱就带你。
钱我已经收到了，赶快滚吧！老子混迹黑市多少年了，你竟敢拿这种次货骗老子！来人，把他的摊给我砸喽！哥，放过我吧！别怕，我在。现在拍卖的是西周和田玉，价值500万。500万，想不到我某石头还有这样身价倍涨的一天！哈哈哈哈！一帮蠢货，拍吧，用你们的钱砸死我！你喜欢这个？要不要我拍下来？不用，不值钱的小石头罢了，不用搭理。现在拍卖本场最后一件拍品，明朝天明堂玉佛头。老张，你们这个月都拍卖几个佛头了？别想用这种次货来糊弄我们。贵客放心，这次的货绝对是真的。这可是刚刚从海外拍卖回来的明朝佛头，有价无市，起拍价500万。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佛头的声音？我们要拍下这个佛头吗？这个佛头的造型是明孝宗时期孝宗皇帝为了生母孝穆基太后祈福，专门用和田白玉雕刻的佛头，价值连城。可是这个佛头的头顶却有些粗糙，眉眼的刻画处却很精细，粗看之下一时很难辨别真假。会不会是后世为了模仿前朝，所以才做成这个样子的？510万，550万，551万。是谁在哭？你为什么哭？本座自被造就的那天起，受世人香火，倾听世人心声。本以为那便是众生之苦，可当国破家亡，山河破碎，见大批流民白骨，战火纷飞，后经辗转，漂洋过海，长达100年不见天日。都说佛法无边，可苦难亦无边。本座作为众生信仰，却无法解救众生于水火。本座愧对众生，不配为佛。皇上可有烦心之事？朕想天下之养，可你看看流民四起，朝廷内官员尸位松贪，世家子弟只知贪图享乐。纵使朕通宵饵旦，可流民们依然居无定所。朕不配做这个皇帝。这无妨，只要朕还坐在这把龙椅之上，是这天下之主，就能用自己最大的能力挽救众生。就算救不了所有，那就救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，世代相传，总能让众生不苦的。世间之事，怎么事事如心中所愿？有的人鞠躬尽瘁，身体力行。您作为众生信仰，支撑了众生前行。就算救不了所有，那就救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，世代相传，总能让众生不苦的。是本座着想，让小友笑话了。宁乐，宁乐，顾时宴，赶快拍下这个佛头。好，570万。570万一次，570万2次，570万。这个佛头我要了，不管你出多少钱，我都出双倍。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，我都不会让。
就算它是个垃圾，也轮不到你拥有。顾时宴，你这辈子都只会被我踩在脚下，就跟你那个死人妈一样。我们登堂入室，而他只能含恨而终。顾家辉，你为什么要辜负我？你也是，因为你们都是顾家不要的垃圾。那你妈妈没教过你做人别太嘴贱，不然可是会付出代价的。宁乐，你有没有教养啊？你有教养，你妈妈当小三，你有样学样，学得毫不逊色。抢别人老公就是你们的教养吗？你有的人都要破产了，只能来这黑市捡破烂，妄想以此报复，做梦吧！黑市没有规则，对吧？是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做什么都不会被惩罚，对吗？是。听清楚了吗？宁乐，我看你也还算有些本事，只要你现在向我求饶，我就允许你回到我的身边。你的书又怎么样？我想要就得给我。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能够守住的吗？我不是说了，弟弟小，你要多让着他。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吗？就连你，我也守不住吗？你竟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你！你什么你？让你嘴贱，给你脸都打歪。原来他没有要丢下我。你们就不管管这个疯子吗？黑市是自由的，我们只管买卖能不能做成，至于这买卖如何做成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宁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粗鄙，这样无礼？还有一点宁家小姐的做派吗？打了他，就别打我了。这个佛头你还要吗？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佛头你们是要不起了，不过呢，这个猪头倒是可以给你。天明堂玉佛头归这位小姐所有。这个佛头看着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为什么要费大劲儿拍这么个破烂回来？宁小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宁小姐，咱们花这么大功夫拍回来，你就要一锤头敲碎？你不相信我？到底你是专家还是我是专家啊？二位可曾听过一句话：法相在皮相之内，真身在假身之中。里面竟然还有一层，是白玉所做，还是价值连城的和田玉？发了，发了！顾总，只要卖了这个佛头，咱们公司就有救了。不行，
这个佛头不能卖。为什么？有了这个佛头，顾总的公司就有救了。佛是众生信仰，不应该用金钱来定定信仰。信仰能当饭吃吗？信仰能救顾总的公司吗？你知不知道顾总这些日子为了公司都没合过眼？你又知不知道顾氏上千名员工都在等顾总挽救？可这是属于国家的。天明堂玉佛头，因为国难流落在外，几经辗转才回到国内。应该让众生铭记在心的是这段历史，这段来时路的艰辛，而不只是它浮于表面的价值。宁小姐，我没你这么大度，我只知道物件就是物件，物件就是可以被衡量的。顾总，这个佛头价值1000亿，卖出去公司危机就能解除，别犹豫了。就听宁乐的。天明堂玉佛头原本就是国宝，我们作为国家的一员，本应尽公民应尽的职责。顾总，别说了，照办吧。是。谢谢你。宁乐。其实我没那么伟大，但是我相信你。近日，顾氏集团总裁顾时宴私人拍下曾遗失多年的天明堂玉佛头，并无偿捐赠予。我还以为这种股东公司会把古董都藏起来去拍，这老板真有格局。上次偶遇顾总，又高又帅又大气，我愿意嫁给顾总，哪怕顾总不愿意。对不起，妈妈。顾氏是你的心血，但我可能保不住了。顾时宴，我看到网上的人都在夸你大气有格局。哎，我们……顾时宴，你怎么了？大气有什么用？既救不了顾氏，又挣不到钱帮你。你在干嘛？摸摸小狗头，万事不用愁。什么小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刚才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只流浪小狗。你放心吧，我还知道很多好多古董宝贝被藏在哪儿了，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拿下，顾氏不会破产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……什么？顾时宴赔钱！顾时宴赔钱！顾明康，你妈没教你敲门？你，哼，你倒是会敲门，那也不影响你是个废物啊。那个天明堂玉佛头明明可以救下顾氏，结果你呢，死要面子捐出去了。我听说就是为了这女的捐的是吧？哼，顾时宴，你管理公司时间也不短了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让这女的出来，别躲在你身后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货色，把你迷得失了智。捐赠佛头是我个人的决定，和宁乐无关。有事冲我来。哟，自己都快保不住了，还想着英雄救美呢。你什么意思？
顾氏本来就岌岌可危，你还不知厉害，跟着一个黄毛丫头瞎胡闹。跟着你这样的人，我不放心。就是，我也不放心。是。那各位叔伯们想怎么做呢？我们要退股。对，我们要退股。顾明康这个蠢货，为了对付我，怂恿他们的退股。顾氏倒了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顾氏现在还有机会，诸位不妨再考虑考虑，不要受人蛊惑。哼，到底是谁受人蛊惑？顾时宴，当初我们看好你，推你到这个位置，可没想到你今天能为了一个女人，让全公司几千人陪你玩。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有什么好事都抢走，有什么坏事都推给女人。一个个的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学会不要脸了？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粗鄙不堪。粗鄙也比某些没脑子又不要脸的老头好。你说谁没脑子？当然是说你们。怎么了？蠢到连自己对号入座都不会了吗？顾时宴在集团多年，也就今年念初生病休养了一段时间，结果公司被顾明康弄得差点垮掉。要不是顾时宴及时回来掌控大局，你们还能熬到现在来要退股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杜助理背着你跟我念叨好几次了。哼，牙尖嘴利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顾时宴，1周之内你必须把钱都给我们，否则我们一定会让你还有你这个小情人都不好过。不用1周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们签协议，把钱给你们。股份转让协议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以个人名义买下你们手中的股份，签约立刻打钱。顾时宴，公司都快倒了，你就算买了股份，当了最大股东又能怎么样？签不签？钱已经让财务转给你们了，查收一下。哟，大出血啊！一下出这么多钱，你还有钱吃饭吗？要不要我赏你点剩饭吃啊？我呸！你那点狗饭留着自己吃吧，可别饿死了。你这个……涨了，公司的股票涨停了！涨了，公司的股票涨停了！不可能，居然是真的！什么？那我们这些股份，我手上的股份价值是原来的10倍。是啊，可惜你们已经卖掉了。靠！顾时宴，你玩我们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不啊，我哪能猜到股市走向？更猜不到有些人会怂恿股东们来闹事。我这人一向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。既然你们来了，那我就顺水推舟喽。小燕啊，我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得给叔伯们一点面子啊。这件事目前也没别人知道，我们把钱还给你。合同碎了，作废吧。是啊。再给我们个面子，给一次机会啊！哼，你们刚才都不要脸了，现在让顾时宴给你们什么面子啊？顾时宴，爸的电话。喂，我刚听明康说了今天的事，既然现在公司情况大好，就给叔叔伯伯们一次机会。当初你妈和我创业的时候，离不开他们的帮助，他们今天也是怕亏损太重而已。行啊，那就让他们按现在的市价把股份买回去，我不高价卖，也算是还了他们当初帮助的恩情了。顾时宴，你别太过分，读了那么多书，还不懂以德报怨吗？
是啊，小燕，爸从小就教你以德报怨，你怎么跟你妈似的睚眦必报呢？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妈？你逆子！我呸！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啊？就你这样，还教育顾时言呢？想当圣父自己当去，别逼着顾时宴跟你学这种烂观念。你谁呀？我要求我自己的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管？我是你祖宗。我可是顾氏董事长。董事长还这么不懂事，我看你还是辞官吧，你不合适这个位置。顾时业比你懂事，让他当董事长。宁乐，你是傻。你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滚！你怎么能和董事长这么说话？你也滚，都滚！请吧，各位。原来除了妈妈，在这个世界还有人可以无条件站在我身边，关心我，护着我，对我好。想摸就摸，犹豫什么？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会陪着你。顾总，他们，我先出去。回来。什么事？说。刚才国外分公司来了电话，说有大客户出20亿，想要3个古董。那3个古董据传会出现在1个月的苏富比拍卖会。苏富比？你想去吗？能赚钱吗？是谁刚才还说不管我干什么都会陪着我的？我当然会陪你啊，就是如果能赚钱就更好啦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放心吧，这次能赚钱，而且能赚很多很多钱。好，那我要去。爱情的酸臭味。爱情吗？雍正爷，年妃有何事这么开心？爱情是雍正爷和年妃娘娘那种爱情吗？宁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这辆车帮我们别停了！看你们这样子，也是要去苏富比拍卖会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虽然你做生意有一手，但这是古董，你这个门外汉还是别掺和了，省得被人家骗钱了都不知道。还有你，宁乐，你懂个屁，也敢来凑热闹！我去哪里不关你们的事，赶紧把你的车挪走。我还就要管了，大哥，你这看古董的眼光不好，连看女人的眼光也不怎么。就这土包子样还敢带出来，也不怕我们顾家被外人嘲笑？外人怎么说我不管，但你，我还是可以管的。杜助理，现在通知公司撤掉顾明康在集团的职位。你凭什么撤我职位？小顾总怕是忘了，上次你带着人去，把股份都卖给我们顾总，他现在可是集团最大的股东，说来还要感谢你呢。顾
顾时宴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晚客户要的拍品，我全给你拦截了，看你怎么跟客户交代。欢迎大家来到苏富比拍卖会，预祝今天拍卖会圆满成功。宁乐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拍到任何一件宝贝。现在开始第一件拍品——斗彩青花杯。斗彩青花杯，20万起拍，竞拍开始。这个杯子好可爱，拍回去泡茶喝。你开心就好。25万。宁乐，你想要这个杯子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30万。50万。看来他今天是跟我对付上了。80万。80万！一个杯子花80万，疯了吧？放心吧，就宁熙那什么都要跟我抢的德行，保证往上拍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杯子，那就让给你好了。反正我也没那么想要。我看你就是嘴硬，没钱就不要来这里凑热闹了。100万1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，成交。让我们恭喜宁熙女士。宁乐小姐才是明智的，一个普通的青花杯，竟然花100万去拍，怕不是大冤种。宁乐，你竟然敢耍我！你给我等着！再开始本次拍卖会最后一轮拍品，盲盒竞拍。起拍价10万，盲盒起拍价才10万，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破烂啊？傻子才会拍。就是，好东西怎么可能装在盲盒里给别人捡漏？看来这次客人要的东西是落空了。破烂，你们全家才是破烂！气死我了！换做在以前，只有皇族才有资格用我们，到他们嘴里，我们竟然成了破烂。我出生的时候，你太奶的太奶还没出生呢。3个亿，这3个盒子我包圆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拿3个亿买3个破烂，怕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吧？你有那么多钱吗？还出3个亿，乱出价可是要进去的。我没有。但是他有啊。相信我的眼光。这3个盲盒里肯定有客户要的青眼酒杯。他拍的钱我出，就不劳烦弟弟关心了。青眼酒杯，那可是3国时期的极品，天下只此一个，怎么可能在这个破盲盒里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可是听到他亲口跟你吐槽你没眼光呢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古董？趁现在还没交易成功，想反悔还来得及。就是，这盲盒里面肯定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小姑娘，要听劝啊！宁乐小姐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你想做就做，钱的事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反悔。这3个盒子我都要了。去付钱。是。宁乐小姐大气，那这3个盒子就都是您的了。现在有请宁乐小姐上来亲自揭开他们的真面目。
宁家真是人傻钱多，两个人净拍别人不要的东西。宁乐这个傻子，一会儿开出破烂，看我怎么嘲笑他。这是唐朝的花鸟纹梅瓶，保存这么好的世间少见，这个价值起码5个亿，5个亿，花出去的钱就1个就回本了。不愧是宁乐小姐，眼光就是好。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，被他捡到宝而已。那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。兽族双耳瓶，价值3个亿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宁乐小姐，你这回赚翻了。宁熙，这回服了吗？得意什么？你之前说的可是青眼酒杯，这2个可都不是。还有一个，你急什么？不妨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这第3个不是你说的青眼酒杯，那前面2个宝贝你免费送给我。前面已经开出2个宝贝了，怎么可能最后一个还是宝贝？拍卖又不是做慈善。那如果是呢？我跟你道歉。宁熙，你把我当傻子呢？宁康，如果真是，这3个我都买了。青眼酒杯可不行，不过这2个可以。不可能。顾明康，愿赌服输。花鸟纹梅瓶市值5个亿，兽族双耳瓶市值3个亿。我作为卖家，每个再加点差价2个亿不过分吧？总共12亿，请顾老板付钱。贱人，没眼光还在那瞎掺和，这钱我会去找你爸妈要。我怎么知道他运气这么好？肯定是他们相互勾结，事先通知宁乐今天的拍品。对，一定是。我们苏福比可是全国顶级拍卖行，今天的盲盒拍品可是老板亲自放进去，中间没过任何人的手。宁熙小姐这么不信任我们拍卖行，以后也没必要再进来。血赚，今天狠狠宰了顾明康一把，我们去吃点好的庆祝一下。今天我一定要跟宁乐表白。宁乐，其实我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顾时汉，拿命来！顾时夜，小心！宁乐，顾时夜，你也是伤心的一天，这是你的报应。你找死！难道我还会怕你？可曾？你！顾总，别打了，再走人要挂了。你来处理，我爸那边我去交代。宁乐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去医院。小瓶子，小瓶子，小瓶子，再回来了！小瓶子，再回来了！我的手，难道我要离开了吗？我是不是要先告诉顾时一声？你怎么坐起来了？你现在要多休息。我没事了，不用这么紧张。我自己来吧。不行，你是为了我受伤的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趁着我还在，多创造一点回忆吧。顾时夜，我们一起去游乐园来吧，我还没去过。好啊，等你好了我们就去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跟他表白。双耳皮近期在国内外文物部师的合作下即将修复成功，届时将在北京故宫展出。2位帅哥美女好般配，来张合照吧。靠近一点，亲密一点。3、
2、1，喊茄子！茄子！我喜欢你。刚刚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没听到啊。我说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对不起，顾师爷。为什么？宁乐，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我明明感觉得到你也是喜欢我的，不是吗？你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就是那个蓝釉兔头双耳雌瞳。现在我的平身被修复好了，我也要离开这具身体了。我不知道能在这里待多久，所以我不能。顾时言，你也说过，让我想做什么就去做。我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是剩1年也好，1个月也好，就算是1天1个小时都好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怎么样都好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在一起吧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不过啊，你以后别叫我宁乐了，叫我小兰吧，这才是我的名字。好，小兰。真好，现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好，以后那些家人们再也不会受伤，再也不会流落在外，无家可归了吧？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时言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们去坐摩天轮吧。好。顾时言，谢谢你来看我，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约定，一定要把我们找回的家人们找回来。小兰，我会记得你的叮嘱，把你的家人们都带回来。顾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蓝釉兔头双耳雌瓶丢了。到底是谁一惊一乍？好久不见呀，顾时宴。爱人誓言，我寂寞，今天航行，昨夜有。